你好呀，这里是 Momo 的投资笔记。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家公司，它叫克里斯珀。先说3个数字，让你感受一下它现在的状态。股价 60.08 美元，就昨天一天涨了 8%， 账上的现金能盖住 41% 的市值。但与此同时，空头把 30% 的流通盘都借去做空了。一家手握划时代技术的公司，一边被资金猛追，一边被资金猛空，特别割裂。技术面、估值、基本面还有多空情景我都过了一遍，先把结论说给你听。我给它的评级是中性偏多，但只适合小仓位当一个博弈仓。就现在这个刚冲上来的价格，我不太建议直接追高。至于该买多少，在哪儿买，风险在哪儿，止损放哪儿，后面一一展开。先说说这家公司到底是干嘛的。基因编辑这条赛道说白了就是拿分子剪刀去修改人的 DNA， 从根子上治病。克里斯珀是这条赛道最早跑出成果的玩家之一，治的是镰刀型贫血和贝塔地中海贫血这2种遗传病。除了这张王牌，他手里还攥着一堆在研管线，一类是直接往体内打的基因编辑药，冲的是心血管这种超大市场；另一类是细胞疗法，往肿瘤和自身免疫病上打。我梳理了4个数字，帮你快速看懂他现在的处境。第一，现金占市值 41%， 他账上大概有 24.4 亿美元现金，扣掉债务还剩 16.5 亿净现金，而整个公司市值也就59亿。换句话说，你买它有40%的钱其实是买了一堆现金，这是它跌不动的底。第二，预期市盈率是负 15.7 倍，别觉得奇怪，负的意思就是这家公司未来1年还是亏钱的，压根儿没有盈利能拿来算估值。这也是所有临长期生物科技的通病，烧钱换未来。第三，空头占了流通盘的 30.8%， 全部平仓得花 15.4 个交易日。这么高的空头是把双刃剑，一面说明很多人赌它会跌，另一面一旦有利好，这么多空头集体回补，能把股价顶得飞起，也就是常说的炸空。第四，分析师这边其实偏乐观，21家机构覆盖，整体评级是买入，中位目标价76美元，比现在还有 27% 的空间。这4个数字凑一起，画像就很清楚了，现金后还在亏，分歧极大，但机构看多。接下来一项一项拆，先看价格本身，最新股价 60.08 美元，昨天单日涨了 8%， 是放量涨的。把时间拉长到1年，它最低到过 44.12 美元，最高摸过 78.48 美元，现在这个位置离最高点还差 23%， 但已经从最低点弹起来 35% 了，所以它是那种从底部爬起来爬到半山腰的状态。2025年全年净亏了 5.82 亿美元。进入2026年上半年，市场的注意力转到体内编辑和自身免疫这些新管线上，股价就从44美元的低位慢慢反弹，到7月2号这天，单日又跳涨 8%， 收在60美元，直接放量冲破了布林带上轨。接下来聊聊这只股票的估值。先给结论，对克里斯珀这种还在临床期常年亏损的公司，你拿传统那套市盈率去套，基本是失效的。具体看市盈率，因为亏损直接就是无，预期市盈率是负 15.7 倍，企业价值除以经营利润也是负的，因为它经营利润本身就是亏的。这几个指标在这儿全部失灵，唯一还算正常的是市净率 3.19 倍，放在生物科技里不算贵。那这种公司到底看什么？看2样，一是现金，它净现金 16.5 亿美元，占了市值40%，这就是股价的地板，跌到接近现金价，自然有资金去捡。二是看分析师怎么给未来定价，21家机构里，目标价均值 83.5 美元，中位数76美元，比现价还高 27% 到 39%。 但这里有个细节，区间拉得特别开，最低的只给44美元，最高的喊到291美元。这种极度发散本身就说明这只股票的价值几乎全压在未来管线成不成上，是个典型的要么起飞要么坠地的品种。所以现价60美元这个位置，风险不在贵不贵，而在于你赌的那些管线数据到底行不行。基本面这块我还是先说亮点再说问题，但这家公司得换个看法。最大的亮点就俩字儿，不缺钱。账上 24.4 亿美元现金，扣掉 7.9 亿债务，
净现金16.5亿，按他1年烧4亿的速度，还能撑个4到5年，短期完全不用担心资金链断掉。这在临床期生物科技里已经算家底很厚的了。但问题也很实在，就是他确实在真金白银的亏。这里得解释一下，换成正常公司，我会拆 ROE， 看它的高回报到底是靠赚钱能力，还是靠加杠杆撑起来的。可克里斯珀的 ROE 是负 31%， 杜邦拆解在这儿没意义，因为它压根还没进入赚钱阶段。利润率、周转率这些指标不是负的就是失真的。对这种公司，真正该盯的是烧钱速度和跑道还有多长，而不是利润率。它经营现金流1年流出4亿，自由现金流流出 2.6 亿，这就是它现在的真实节奏。再补2个风险细节，它的贝塔是 1.7， 意思是大盘动一下，它能动近2倍，波动特别猛。再叠加前面说的 30% 超高空头，还有随时可能为了补血而增发新股，稀释你手里份额的风险，这3样加在一起，注定它不是能让你睡安稳觉的票。基于公开信息，我把它未来的走向梳理成3种情景。多头情景概率我给 30%， 目标价90到120美元。出发条件是体内编辑那2条心血管管线数据亮眼， CART 在自身免疫上打出突破，再加上 30% 的空头被逼着回补，几个利好一起来，它能飞。基础情景概率 45%， 也是我认为最可能的一档，目标价60到80美元，也就是管线按部就班推进，没有爆炸性读数。分析师中位目标76美元附近来回震荡，钱够花，故事继续讲。空头情景概率 25%， 目标价35到48美元。触发条件是关键管线临床数据翻车，烧钱加剧，被迫大额增发稀释，或者整个生物科技板块被资金抛弃。把3种情景加权算下来，当前60美元差不多正落在基础情景的中间，往上到多头有翻倍空间，往下到空头也有腰斩风险，赔率和胜率基本是对半开的，这也是我一直强调它只能当博弈仓的原因。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先说目标价，中短期我看基础情景那一档60到80美元，目标买入区间我更想放在53到55美元这一带，原因是这里正好压着它的 EMA 均线和前期平盘支撑，比现在追在刚冲破布林上轨的60美元要安全得多。现在 RSI 已经到66，股价冲上了布林带上轨，短期是有点过热的，追进去很容易吃一口回调。如果你还没上车，我的建议是别急着在60追，等它回踩到53到55，或者重新站稳55之后，再分3批慢慢建，单批仓位压在总资产的 3% 到 5% 以内，千万别重仓。止损我放在48到50美元下方，这里是布林带下轨加前期平台的位置，一旦有效跌破，说明技术形态转弱，空头情景开始兑现，该走就走，别恋战。如果你已经在低位拿着了，那可以留一个核心仓，继续压它体内边界和自身免疫管线的长期期权价值。到了60美元上方这种情绪高点，分批锁掉一部分利润落袋，等回调了再补回来，把成本摊低。总结一句话，克里斯珀是一家手握划时代技术，账上现金也够厚的公司，但它现在还在烧钱，还在被剧烈的多空撕扯，是一只典型的高风险博弈型标的。如果你也在研究克里斯珀或者基因治疗这条赛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觉得内容有用的话，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咱们下期见。